有请小鹏汽车董事长 CEO 何小鹏先生。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鹏，欢迎大家来到2026小鹏Mola不一样的 M03的上市派对。今天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非常多线上线下的朋友们，都很喜欢春天。这是一种青春，这是一种可以走到户外，这是一种有完全不一样的运动、年轻的感觉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在广州，也在小鹏总部我们的公园。大家都知道，广州是花城，春天呢来得特别早，而且有很多花已经开了，非常适合户外。那么，但是在春天呢，也有很多的时候会有小雨。我们的团队即使在最近连续有小雨的情况下，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办一个别开、不一样的草地发布会。所以我特别的感谢每一位到现场的朋友们以及线上的观众们。我们是 Mola，Nice Mola， 让我们享受不一样的 Party。那么，在今天，我相信，为什么我们想办一个跟春天一样特别的发布会，一个 Party？ 我相信。Nice Mola， 因为 Mola 代表什么 ？Mola 代表了青春、活力、高颜值。我每一次参加 Mola 的活动，我都可以看到非常多，我相信是极其年轻心态的朋友们跟车主们，就跟大家一样，对不对？我跟大家在一起，让我感觉到，你知不知道？我觉得永远要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你会感觉到。从他们身上可以吸收到一种青春的活力，你会让自己更年轻，所以我是非常的开心。那么小鹏的 Mola， 实际上这一群的产品人员、技术人员，他们实际上跟我们的车主一样，他们真的是一群非常年轻的产品团队跟技术团队。我相信这样一群有梦想、有态度的产品经理、工程师。和这样一群有梦想、年轻、有态度的车主朋友们，他们放在一起，迸发出来了小鹏 Mola M03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车。在2025年，实际上包括2024年，从小鹏 Mola 推出的前几个月，我们一直是纯电 A 级轿车的销量第一，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纯电轿车。这个真的是。在内部，我们一起在想，为什么 Mola 可以在过去的10几个月里面连续非常的成功？我相信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永远可以相信年轻人的选择，因为是我们今天在现场和我们线上的非常多很年轻新代的朋友们，你们一起，你们拥有很好的审美，拥有很好的品味。又懂配置，还很关注体验跟智能，所以很多年轻朋友共同的选择，最后买到最靠谱的这个产品。我相信在 Mola 在15万这个价格段，甚至在整个20万的价格段里面，如果你要选择一辆纯电的轿车，我相信 Mola 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1年 ，Mola 在纯电轿车里面这个品类占了40.6%的比例。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市占率到底有多高？它实际上相当于在这个品类里面第2、第3、第4、第5名的数字的比例的总和。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每卖出5辆 A 级的纯电轿车，就有2辆是 Mola。我想跟大家所有的 Mola 的车主朋友们说，感谢你们，让我们的 Mola 得到的最牛逼，达到第一。怎么做到？因为
我相信 Mola 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它可以在很多的领域里面用科技平权都做得最好，拥有15万级，我相信最高颜值、最大空间、超长续航、最好的智能辅助驾驶。我们把这一己之力，把这15万级别的很多的能力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让大家看到如此之好的成绩，才能够聚集到今天如此优秀的这么多的 Mola 的车主。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 Mola 车主的画像，非常有趣啊！这个 Mola 的车主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们53%是30岁以下的用户，有非常多的女孩子，有达到49%是女孩子开，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是，8%是我们的年轻的 Mola 车主买给他的爸爸妈妈开，而且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我相信，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和很多人因为 Mola 而我相信会开了 Mola 之后会有更年轻的感觉。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我在这里面跟大家摘录了一点点在网上我们看到的 Mola 车主发的帖子。有一个女孩子说，我买了 Mola 之后可以带着男朋友去海边兜风了。在座的男生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女朋友？我觉得你们要加油啊，要找到一个好的 Mola 女车主很重要啊！啊，我也在期望有努力的机会啊，这个。还有朋友说，买了 Mola 之后再也不用挤公交车了啊！这个我大学毕业之后，为了不挤公交车，我曾经有2年每一天多走20分钟的路，就是为了挤地铁啊！我觉得挤地铁虽然多走一点，反正就是公交车大家都不愿意挤啊，这个真的太爽了。我看到有很多这样的朋友的反馈，他们都说 Mola 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都说 Mola 使他有更年轻、更开心的一种心态。那么在今天，隔了583天，就是在我们的初代的 Mola 发布会，已经过了583天，我们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大升级，也就是2026年的 Mola。我们听取了很多我们的车主跟我们的年轻潜客朋友们的意见，根据你们的生活方式、习惯跟需求，带来了非常多的升级跟优化。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2026全新的 Mola。那么今天，我相信这款全新的 Mola 一样是 AI 智能纯电掀背的轿跑，一样是那么年轻惊艳。那么在这里，我想先请大家来看一段 TVC， 并且让我们的一位 Mola 的车主来聊一聊 Mola。
Mona 是谁？她不怎么化妆，睫毛却很长。她说她一直在路上，却不知道要去哪儿。她总是在打电话，我觉得可能她有点想回家。她开车时和我说了一个秘密。Mona 到底是谁？他的收藏夹里存着无数首歌，却和我一样偏爱单曲循环。他说他想和我学一个乐器，我说那很简单，我们约定开着 Mona 去海边，赴一场粉色落日的浪漫。Pink is her favorite. Mona 是谁？是我，是我们。She's somebody. Let's Mona. 有请小鹏 Mona 代言人车主欧阳娜娜。大家好，我是欧阳娜娜，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小鹏 Mona 的一个非常我觉得自在轻松的一个聚会。上次来到现场，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跟大家分享就是作为 Mona 新手车主的一些心得和想法。那今天呢，我觉得算是在1年的体验下来准备的非常充分，想要再跟大家聊一聊升级之后的 Mona 的一些体验感。那今天其实想要带来一首我在最近发表的一个新专辑 playlist 当中的一首歌曲，叫《随时》。它有一些慵懒，有一些复古，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视频是带着一样的氛围和心情。那这首《随时》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大家准备好了吗？我在凌晨3点醒来，就把夜晚当作早上，一杯咖啡倒映。
随时醒来，不管随时睡去，随我愿意，自由来来去去，随时醒来，不管随时睡去，随我愿意，自由来来去去，随时醒来，不管随时睡去，随我愿意，自由来来去去。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喜欢这首《随时》。Hello，大家说这个娜娜漂不漂亮？然后再问一下，莫娜漂不漂亮？谢谢，这个非常开心啊！这个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再次有相会啊。这个，换一个角度，就是我说实话，我最开始今天听到你在唱这首歌，我当时心里想了，就是我们的音响系统是不是又升级了？就是真的非常好啊！但是换一个角度，我知道，娜娜你是经常有不同的音乐，刚才这首歌唱得很棒，但是前几天我也刷到了你的另外一首歌，叫《太聪明》。哦，太聪明，是的。啊。对，然后这首歌现在听说已经霸榜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大师兄支持我的新专辑的《太聪明》。这首歌其实，也是在我的新专辑当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因为这张专辑的主题就是去翻唱各种躺在我的歌单当中的歌。那这首《太聪明》，它其实故事当中讲的是别太纠结。对，然后我想分享的一个点就是，其实选择 Mona 不用纠结，非常的简单直接。对，谢谢。实际上，小鹏的车我们都期望以后做的比较聪明啊，虽然没有到太聪明，但是聪明是小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key point 啊。这个，另外我想问一下，在1年多前你成为我们的Mona车主，那么也在经常开，我听说。是的。开的这个车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确实从 Mona 的新朋友变成了 Mona 的好搭子，因为 Mona 其实陪伴我在各个不同的场合，不管是生活当中我带我的小狗出去玩，还是我的姐姐姐夫带着他的孩子，我都会就是变成这个司机，然后去载他们出去玩。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个1年当中，真的帮助我最多的是智驾的功能，因为可能从一个新手的紧张期啊，就是会经历一个完了我要上路开车，我应该怎么办的一个这样子的阶段。那我觉得有了我们的智驾，我觉得是非常的放心，所以我也希望可以不管是推荐给观众朋友们、我的粉丝们也好，其实我在这1年当中也推荐给了我真的家人朋友去尝试，然后去介绍我亲爱的 Mona， 我的好朋友。对，谢谢。这个我1年多前跟娜娜一起开车，我说实话，那时候她绝对是个新司机，啊，但是最近娜娜再来开我们2026的Mona，对，她一上去一脚电门，然后就激活了 NGP。就是完完全全已经跟1年多前不一样了。我也非常有信心啊，我们这次2026款的Mona上次做了很多的升级，我相信它真的会成为你更喜欢的样子。是的，我觉得非常有幸的，提前了体验一下我们 Mona 的升级款，在拍 TVC 的时候，我就发出了100种问题。我说，哎，这个升级，那个升级到底是怎么样？我其实也作为25年的这个 Mona 车主，我其实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开着新款的 Mona。当然，除了外观非常，有外观非常吸引人，就有牛油果绿是我特别喜欢的颜色以外，它其实车内有非常多的小细节是值得我们细细的去体验，就有一种非常贴心且非常细节控的感觉，对。然后往后，在
下一个环节，我也会细细的跟大家分享我的体验和心得。对。好，这个实际上有很多人经常听我发布会，老是觉得这个技术直男，讲了半天没听懂。但是上次的这个娜娜一讲，大家都懂了。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请娜娜下台稍作休息。那么首先呢，让我来讲，然后再让娜娜讲一讲，来看看这个技术产品经理跟这个体验产品经理到底有什么差别，好不好？没问题。我们先来看一段 TVC， 感受一下全新的2026摩拉。好，我是蒙娜，这是我的主人，他也叫蒙娜。其实我们没有认识很久，据我这几天对他的观察，他好像有点 all of them 贪心。我也叫蒙娜，千算万算，谁会知道，一个学古典的男生居然那么喜欢摇滚？那就再造一点吧。有人开车是天生的赛车手，有人开车，就差那么点意思。哎，这就对了，让我蒙娜登场。在经过了如此漫长又疲惫的一天之后，我想，他可能需要一点私人空间。这里是 Mona's Market 的现场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城最时髦的年轻人们此时此刻应该都在这里。参展的年轻人们用各种颜色的 Mona 装点出各式各样的自己。但是我要说，现场最炙手可热的摊位，可能是这个。我是 Mona，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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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Mona。Mona， 我不知所见。Let's Mola。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026款的 Mola， 我相信只为年轻的你。我们做了好几样非常重要的升级，我觉得跟大家分享，我认为最重要的3个。第一个，我们在精致的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变化。整车我们相信从外观、从内饰有30%额外的精致。第二个，有不少的月20万级别的越级配置我们放进来。第三个，下半年我们的第2代 VLA 的增牛版，我们会实现超越，继续50万级别的自驾体验。那么今天让我们来跟大家一一分享这3个点。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2026款 Mola 的外观跟内饰。实际上它在原本就惊艳的基础上，这是全新的升级。我们包括了第一个就是一款特别的颜色罗兰紫。实际上紫色是 Mola 最适配的颜色。之前我们的新木紫是小鹏 Mola 车主选的最多的颜色。那么在这一次，我们上次听了非常多车主的真实的反馈，我们将新木紫换新升级，带来了漆面质感的更出色，以及色彩程度更丰富的罗兰紫。这个欧阳娜娜她也非常喜欢这款颜色，她在拍照的时候她说，罗兰紫非常像傍晚天空的颜色，特别的少女心。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颜色，但第2个颜色
与众不同，这叫牛油果绿。说实话，最开始很多朋友跟我说，这个牛油果绿的视觉格外的舒服，很和谐耐看。当时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可能比较偏草绿色的一款新的颜色。但是说实话，当我看到牛油果绿之后，我一看到我说哇塞，如果我再买款2026的 Mola， 我也会挑牛油果绿。然后今天欧阳娜娜跟我说，她说她也喜欢。我第一次发现一个直男也能喜欢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这个？然后我看到娜娜跟我说，她说她评价什么是牛油果绿，她说是刚切开牛油果那种清新。我就在一刹那之间，我有点恍惚啊！你知道我怎么想？我觉得如果是我形容，我说刚切开牛油果那种新鲜，因为我把切开牛油果这种动作当作好吃，而它当作清新，这就是两个人不一样的产品经理啊！这个在今天我非常开心的带来了2026款，包括了罗兰紫牛油果绿、微月灰、星汉米暗夜黑跟星云白。这6款不同的配色，每一款都非常的清新，都像春天的感觉。那么同时，除了这6款配色，我们还这一次为更追求个性的朋友带来的璎珞粉主题套装。这一个套装的漆是升级成了劳斯莱斯同款的80伏2K 的清漆，而且它的轮毂也是19寸的专属轮毂。并且还有专属的内饰缝线和拉帕真皮座椅，我相信每一个细节都能看到这一款主题套装的与众不同。Mola 为什么这么好看？整个外观低趴、宽体、大宣背和大包围。那么在这一次2026款，我们继续延续了之前 Mola 的特点，我们还做了车漆工艺的升级，我们让清漆的厚度提升了，整个光泽度提升了8%，在阳光下的观感达到了接近豪华车的水平。实际上，光看图片还可能感受不到，推荐大家去附近的小鹏门店，要亲眼看一看这次的车漆的升级的效果。那么其次，小鹏 Mola ME3 这次我们还换新了全车的运动包围，我们用黑色的钢琴漆质感包围，让整个车的重心更低了，看起来更有运动感，侧面的线条更干净利落，开在路上的视觉效果更加吸睛。同时，我们把这次的轮毂也换新。大家知道，大部分在这个级别的轿车都是16到17寸的轮毂。为什么？因为续航更高。但是小鹏的 Mola 标配18寸轮毂，同时也能做到很好的续航和很低的能耗。那么在这一次，小鹏还为喜欢运动感的朋友们带来了19寸的轮毂造型。那么其中有亮面跟熏黑面2种供大家选择，可以让你的爱车的颜值进一步提高。那么2026的 Mola 继续延续了我们的 Mola 的超大后备箱电动尾门的特点，这会让很多我们的过去的朋友，我们看到他们参加年轻人的线下集市，或者去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朋友家，可以装非常多有趣的小东西。很多人喜欢打开这种后背，我们看到哇，好多东西的这种感觉。同时，让我们来看一下 Mola ME3 这一次最重磅的升级点，在精致感、关于座舱跟内饰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一个，内饰全面的升级，可以说你可以摸得到的地方基本上全升级到了软包的材质，整个顶棚是仿麂皮，整个的手机无线电充电也是仿麂皮。在几年前，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款这个级别的车能够用全软包内饰去包装的整个的价位。那么第二个，除了触感之外，新的 Mola 的精致度做了非常全面的升级。只要你坐到这辆车，你就会发现很多小细节都升级了。比如说，我们升级成了金属的质感，
扬声器使用了全金属的材质，在提高颜值的时候还增强了音质，大概10%。我们把中控面板、开关这些小的键，我们都换成了 UV 的触感器，使整个的高级感有非常明显的提高。那么，所以新的 Mola 我们有3款的内置色，包括了拂晓紫，这是在过去我们看到女车主最喜欢的类似的配色，优雅、耐看，非常好的气质。同时还带来了新雾灰，这是百搭的类似。无论是前面7种哪一种外观色，配这款内饰都非常的适合。我们还带来了，包括我在内的，我相信很多男同学会喜欢的一款内饰，它沉稳低调，但是又不是太深沉，就是有点点低调的闷骚那种感觉啊。我相信很多男同学也会喜欢，所以我们一共有 Mola 的3款的内饰。那么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线下看看我们的内饰的感受。除了内饰的颜色细节做了调整，这一次的座椅，记住座椅是我们升级的重点，有更长的坐垫、更厚的靠背。我这一次开 Mola 开了好几天，我最大的一个感觉，一坐进去，哇，这个后背坐得太舒服了，很厚很暖，名副其实的大沙发，你真的坐上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同时，这一次的 Mola 完全在为年轻人思考，我们如何在音乐里面找到你的更加的热爱。所以我们这次升级了整车的音乐配置，包括20个独立扬声器。那么2026的 Mola 比特斯拉 Model 3的顶配车型，他们有17个扬声器，我们有20个，整车音响的功率超过了1000瓦。实际上，在一个非常安静舒适的电动车里面，一定要有好的私人音乐厅。我们在这一次还专门考虑到一个特点，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听歌的时候，如果有导航播报会打断副歌的精彩部分，影响听歌或者小 P 的体验。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一次在主驾，只有在主驾里面加了头枕音箱，它导航更私密，因为它不影响其他的驾驶位置，所以很少在10万的级别能有这个配置。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与众不同的声音的功能。除了如此，好的音响更要什么？很好的隔音，也 bingo。我相信必须要把整个车的隔音的效果做好。所以在这一次小鹏的 Mola 增加了双层静音的前门玻璃，而且我们将豪华车才有的主动降噪技术带到了 Mola， 带到了这款车里面。所以做到了 Mola M03 的时候，你就会像戴上了一副降噪耳机，风噪、胎噪、路噪，更多的被完美的隔绝。我相信这台车会让你感觉到安静，能够听到你最开心的音乐。那我们来让一组数据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在时速60公里和时速120公里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Mola 车内的声音效果比 Model 3还要好不少。同时，我们在这次 Mola 里面还带来了非常好的氛围感的氛围灯，一共带来了256种颜色，一共分为100档。当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它还可以根据音乐的节奏进行律动，让你的座舱秒变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厅。大家喜不喜欢？不光可以在座舱里面秒变音乐厅，很多的时候座舱外面也可以。这个我们在前几天小鹏的这个音乐节的时候，我们把 Mola 跟不同的小鹏的车带过来，我们实际上看到小鹏的包括 Mola 在内的外放电功率已经做到了6000瓦，这是这一次全新升级的。喜欢户外音乐、露营、野餐的朋友们，我相信一定要来看看 Mola。2026款的 Mola 支持更多的户外设备供电，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旅游的用户所需要的功能。那么，我相信 Mola 的车主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没有年轻人不向往探险、
探索、创新。那么很多的时候都期望去远方看一看不同的风景。我相信 Mola 是一台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探索远方的一辆车。那么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走到更远方的这一次2026的 Mola 几个新的能力。第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带来了小鹏自研的混合碳化硅扁线电驱。那这个电驱是有什么样的特性呢？这个电驱是它可以把电驱的峰值的效率做到95%，也就是说，在 Mola M03没有增加电池的情况下，做到了续航的提升，能提升多少？整车续航提升20到30公里，这个酷不酷？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Mola 全系续航提升至高达到640公里 ，COTC 超长续航。所以换一个角度，新款的 Mola 一定可以让我们能够去到更远的远方。同时，我们看到新能源车主在冬天最关心的一个配置是什么？也就是说，冬天里面的耗电量会加大，而热泵空调是很多新能源车主在冬天最关心的配置之一。所以，2026款的 Mola 我们这次特别升级了热泵空调，让冬天开暖风的时候，整个电耗下降了50%，在冬季的续航最多提高了30公里，冬天不够焦虑，暖风可以放心的开。在这样的能耗管理，在我们这次的电驱变化，在我们的热泵空调，在我们的整个能耗管理的调整下，那么小鹏 Mola 2026款的能耗做到了非常棒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特斯拉的 Model 3实际上在过去一直因为是一个轿车，而且能耗做得非常好，是很多行业友商都能够向它致敬对比的一款车。那么在这一次，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 Mola M03的100公里，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100公里的，无论是在 COTC 的工况，还是在120公里高速工况里面，都超过了 M03，都超过了这个 Model 3。我们非常的开心，小鹏的 Mola 的 M03的能耗已经达到了整个行业里面最好的水平之一。除了续航跟能耗，我们这次 Mola 还带来一个很有趣的是什么？自适应阻尼减震器。它能够干啥？很简单，能够在你转弯变道的时候，悬架能够主动调整。在跑高速的时候，它会让你的这个支撑力更足，跑得更舒服。当你行驶在颠簸路段的时候，它能够把悬架主动变软，能够过滤路面的颠簸，提升整个的舒适性。我相信2026的 Mola， 不管是开车的你，还是坐车的家人，都会能够做得更好。同时 ，Mola 是一款非常好开的车，它拥有5.3米的转弯半径，很多的窄路一把就能掉头过，且100公里的刹车距离做到了35.63米，这在同级里面一定是非常优秀的水平。越是在碰到紧急的时候，大家会知道刹停距离越短是越安全的。除此之外，这一次 Mola 把很多的主动安全都带到这个级别。我们可以看到2026款的 Mola 有15项主动安全配置。大家都知道车安全是第一的，但是车的安全不光是被动安全，主动安全很多时候我认为比被动安全更重要。同时，好的安全不光是豪华车、高端车要带的，我认为 Mola 一样把这些车全部科技平权下来。那么在这里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有2种主动安全，在这次 Mola 是做得非常棒的。第一个是 AES 紧急转向避让，而且我们这个紧急转向避让不光在平常的公路上可以做到，我们在冰雪的路段，时速在80公里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主动避让前方的禁止车辆。很多时候是因为驾驶员反应不及会导致事故，所以主动来进行 AE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下面我想用一个小视频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冰雪 AES 的实力。
说实话，我自己参加过冰雪 AES 的测试，就是你感觉到前面那个车虽然是一个纸做的车，你可以认为是个纸盒子，但说实话，你在那一刹那还是很怕的。当时我好几次都差点抓住了方向盘，想去自己摆，然后他在最后大概半秒多，他把它摆过去。所以我相信 AES 实际上是一个在高速、在冰雪、在长时间开车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安全的功能。那么第二个安全功能，我们相信就是爆胎稳行。我自己是经历过爆胎的。当时我记得我开车，刚下一个高速交那个收费的路口，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一个春节前，就是春节前有时候很痛苦，就是这个一下高速，然后就不知道谁撒了一地的钉子，然后我一上去就踩了，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车啊，如果在没有爆胎稳行的时候，你要拼命的把方向盘要抓住，否则的话它根本控不住车了。所以全场景的爆胎稳行对于很多时候的安全是极其重要，因为很多安全的时候不是你正常开，是碰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这个对你来说的安全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也看一个小视频来讲讲爆胎稳行的难度跟挑战。我相信，只有把这些更好的主动安全带给了我们所有的摩托车主，才会让更多人享受到科技的乐趣。那么今天不光我们在整车的颜值、精致和在整车的舒适上面做得更好，我相信新的 Mola 还会给大家带来新的科技的乐趣。那我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在2026款的 Mola， 我们把天玑 AIS 6.0 带到了大家。很多人说这个系统真的非常漂亮，我们把汽车很强大的感知能力，把真实的物理世界的道路、车辆和环境信息，包括了甚至我们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我相信这些信息我们都会正在逐一映射到屏幕中间的数字世界。在Mola M03的新款上，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预光的 UI 的设计，这个设计整个的界面色彩都更好。那么在这里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全域超感的车道级导航。那么在这样一个导航里面，因为它把，比如说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小鹏的园区来看，实际上它是一个全3D 的导航，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做得很到位。比如说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在有岔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在往哪个，特别这个岔路可能有3个岔路，或者有这个上下维度的岔路。这个时候，我们的天玑的系统会把其他的岔路上都打一个红叉，它会告诉你这几条路你不要走，不要走错路，所以非常的实用。我相信这是我们的 Mola 在智能座舱的一些相关的变化。同时，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1年多前，我们把 Mola M03的 Max 上市。那么那个时候是全球首次把高阶智能辅助驾带到2万美元级别。说实话，我记得很清楚，
在去年的年初，我们内部还在讨论，到底有多少朋友在15万级别里面是需要一个高等级的智能辅助驾驶。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绝大部分用户都选择了这个 Max 版本。那么在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在今天 Mona 我们将再次打破行业的惯例，我们会将15万这个级别的智能驾驶的天花板极度的拉高。拉到什么？我们将1500 TOPS 的有效算力带到2万美金的级别。小鹏的 Mona 这一次在高阶自驾上有2个版本，包括了我们的 Max 版本1颗图灵芯片，和我们的 Ultra SE 版本2颗图灵芯片，有效算力至高都到了1500 TOPS。我相信第2代 VLA 在 Ultra SE 上有好多的朋友都已经知道，我相信它绝对是同级最强的全新一代智能辅助驾驶。它是一套脱离了在过去的端到端的小模型，或者在数字世界的语言模型，是一套面向全新物理世界的一套运动模型。它安心丝滑，它全场景都能开，像老司机一样的高效。它拥有我们相信同级最安全的融合感知能力，而且换个角度，我认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完成了第一次升级。大家不知道，这次升级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下限和窄版的问题，也就是短板跟窄版。但是在后面的几个版本，我们会急剧的提高它的长板，那么成为妈妈都爱开的国民智驾，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第2代 VLA 的 Ultra SE， 我更多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Max 版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上，我们有很多的媒体朋友跟我们的车主朋友们体验了第2代 VLA 之后，他们给出了很好的评价。因为过段时间跟大家会分享我们背后的数据，哇，最近的 VLA 的数据极其的好。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就会问，那什么时候 Max 车主也能够享受到蒸馏后的第2代 VLA？ 那么它跟这个 Ultra SE 或者 Ultra 到底有多大的差别？那么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观点呢。第一个 ，Max 版本的自驾能力一定不会停留在今天，虽然在今天已经是绝对的第一阵营，它一定会跟随第2代 VLA 模型迭代，持续的进化。我们是非常有信心，我们的 Max 蒸馏版同样会不断的拉开与当前行业 Level 2在第一阵营的差距，从一致到超越到绝对的领先。从目前我们测试的情况来看，第2代 VLA 的蒸馏版在 Max 上面，它一样保留了很安心、很丝滑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跟完整版的区别，从我们目前来看，有很多的在主功能场景上真的非常的像。它可能主要是在少数更复杂的场景上，判断上、时效上能力会差一点。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它还是一样非常领先的水平。实际上，我给我的内部的产品跟技术团队提了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我说，这个小鹏的 Max 版本是在500到750 TOPS 的算力，有没有可能在2027年或者之后的时间，我们做到甚至超过今天 Ultra 版本的能力？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会去尝试。我相信用全新的物理世界大模型，真的这个的高度会非常的高。我们会在今年的3季度开始推送我们的第2代 VLA， 目前的测试情况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用户买到的不是一个跟当前其他的车型自动辅助驾驶类似的车，我们希望是一个持续有高等级增长能力、持续进化的车。大家要不要？刚刚我实际上讲了半天呢，我觉得大家的欢呼度不够，真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太理工男了，所以呢，今天我跟娜娜说，我说娜娜以后应该来做我们的产品经理，来帮我们来讲一讲，包括最
看起来枯燥的自驾到底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再次欢迎我们的车主跟代言人欧阳娜娜，请娜娜上台。哦。大师兄好，大家好，我又回来了。这个，好，欢迎娜娜。我觉得她一上台，鼓掌就比我多很多。我觉得应该这个鼓掌一半是给我的，一半是给 Mona 的，所以是不是？你看，所以这就是理工男跟漂亮女孩的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啊，这个。是，那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眼里 ，Mona 的新款有怎么样的不一样？因为这其实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体验 Mona 了，只是说今年的 Mona 有了一个新的升级，所以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新升级有哪一些非常细节、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好吗？其实就是以前一直觉得，其实开车对我来说，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是一件难的事情，但是是一个非常需要建立安全感的一件事情。所以刚上路的时候，其实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路况，包括可能旁边有大货车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车，我其实都会挺紧张、挺忐忑的。但是还好有我们 Mona 的智驾，所以它真的飞快了，陪我度过了一个新手紧张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智驾，我总说一句话，就是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就是当我习惯了智驾的陪伴之后，真的离不开。对。对，我觉得这个0次跟无数次啊，我想到2个场景。第一个，在10年前，当我第一次开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因为以前都开汽油车，当我一旦觉得哎呀，我适应了一款新能源车的时候，我觉得我回不去了。就是说，它从0到无数次很快。实际上，在最近几年的辅助驾驶越做越好的时候，真的又看到了第2个变化。在新能源汽车情况下，自动辅助驾驶也是0次跟无数次。但是我实际上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最开始不敢，这也是为什么小鹏要把让妈妈都爱开的国民智驾。就是请你们来到我们小鹏的门店尝试第一次。是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现场来尝试一下。那如果要说的话，这一年真的 Mona 陪伴我，把我就是养成了一个智能的智驾的一个老司机。那我想分享一下我最爱用的几个场景。那第一个的话呢，肯定是这个全场景的 NGP。不管是就是可能从市区开到高速上，或是开到稍微郊外一点，其实它全场景它可以满足非常多的不同的需求，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最爱的一个场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机的共驾，因为其实在智驾上面它新的一个升级，就是它和你共同一起去开启这台车。那有时候其实只要我们稍微轻轻的转动一下这个方向盘，它这个模式就会一键。它就 get 到你，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到一个共驾的一个模式。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体验是真的是需要大家亲自来感受一下。就是当你把这个掌控感和它这个默契配合起来之后，这个体验和感受真的是上升到另外一个维度。对。我觉得如果我用一个技术的产品进行来分享，我觉得从我角度来看，小鹏的自动驾驶实际上要把所有的场景都做得很好、很安全。我们还正在努力中，但是我听到了娜娜就讲了，实际上她只把最喜欢她自己的5个场景，所以我也向她学习怎么去做好产品，对不对？是因为其实我觉得，除了是代言人的身份以外，我自己也是真的真实的体验下来 Mona 1整年嘛，所以我也是作为车主。我会有很多的，就是在生活场景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真的能改变我的生活和改变我的开车的生活方式的一些好处给大家。对，当然呢，还有非常特别的，我们来看下一页。OK，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停车，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sorry， 我们到上一页，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对于停车有恐惧的，我们举手一下好不好？对，其实停车对我来说是我刚拿到驾照之后最简单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在
驾校开车和你真的上路，或者是找到一个停车场停车，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在开车之前，我会觉得说，如果开到目的地是一个很顺畅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想到我要停车，我就非常的头疼，因为我并不知道我能不能停好，而且我也不希望影响到其他开车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智能的停车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吧。还有一点就是它哪怕是不是很规则的一个停车位，Mona 都可以自动给你识别到这个停车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非常依赖且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是的。有没有心动？一个故事啊，这个我去年去以色列，然后呢，有一个朋友接我，他就在侧边停车，他一把就把它停进去了，非常的快。我当时用蹩脚的英语问他，我说你怎么停得这么快？他说如果你停得不快，后面的车就会憋你。我现在都记得印象很深刻。实际上，当我现在在国内，我用惯了小鹏的智能辅助驾驶之后，我侧边停车都不太会了，他一把能停进去，我可能停 N 把。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习惯了之后就离不开的。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是去年我跟大师兄在试驾的过程当中，我们试了一下，就是这个循迹倒车。因为很多时候开车开着开着就不小心钻到小巷子里，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紧张，想说我完蛋了，我应该怎么开出去？这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直线的往后倒退。所以这点也是我觉得真的是生活当中在开车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些难题，但是不要担心，因为 Mona 都会替你解决。OK， 来到我们的下一页，这个呢，我觉得真的也是我特别在意的一点，因为自从就是当了这个车手之后。有自己的车之后，真的喜欢控制自己的方向盘，然后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那因为去年我也是养了我的第一只小狗狗，然后经常希望可以带它去公园玩，然后希望可以带它去郊外远一点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长途开车确实也是一个难点。那我觉得有了我们的智驾，真的轻松方便了很多，甚至是跨城或者是跨省的一些自驾，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好累哦，我能不能坚持1个小时、2个小时以上的这个开车的过程？但是现在从城里开到高速，全程也开着这个 NGP， 我觉得疲劳感会少很多，而且很多时候你出发到一个地方，你希望就是还有满满的能量和精神可以玩，对不对？有我们的智驾，你到了目的地之后，还是可以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打卡，然后去迎接接下来一天美好的事情。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在自驾游上面给了我很多的信心。让我可以敢于去尝试。对，我想到一个故事啊，这个大概20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造车啊，然后有朋友跟我说你去到汕头去玩，然后我就开个车去汕头，开了4个多小时，然后他就带着我晚上去玩，我说我不想玩，我困死了，因为实际上就是自己开车开4个小时真的很累，一定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自动辅助驾驶。是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有没有想要出发去远一点地方玩的朋友，但是有困扰的，我觉得都可以考虑我们的 Mona 的智驾，它真的能让你轻松很多。是的。哇，有人在回应我，是不是？好的，接下来想要说一下这个刚刚也提到过的这个人机共驾。那这一点呢，其实有时候是在辅助驾驶的时候，它智能驾驶的时候，你希望有一些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你想变道啊，比如说你想超车，比如说你想要临时脱离这个导航，你想要绕一下路，这个时候你只要轻轻的打一下方向盘，它就可以很自然的进到这个人机共驾的这个模式，就有一种好像这个智能驾驶它不是在跟你抢这个方向盘，而是跟你很有默契的一个好搭子，在旁边帮助你到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对。所以很多时候搭子很重要。这个你看娜娜讲人机共驾就讲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所以在讲技术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想如何理解客户的需求，这个好搭子。谢谢。我们真的是很好的伙伴。OK， 那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我觉得还挺有共鸣的一个点，就是刚刚说到的停车。那如果你也是停车困难户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一键就能停，而且各种车位，不管是倒车入库啊，还是侧方停车，还是你要自己划线去停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它都是能很好的帮你处理。这点我觉得是怎么讲，就是我只能说是最心动的一点了。大师兄怎么看？
我自己认为没有人自己愿意停车，只要有了辅助驾驶。我现在每天回到家，我就是先把车开到附近，然后我有一个叫离车泊路，然后他自己开进去，然后我就已经上电梯了。我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是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能真正的、真切的感受到它的方便。还有一点是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小屁小屁，大家熟悉吗？一上车我其实我第一件事情绑好安全带，然后调整好我的座位，我就先喊小屁小屁，我今天要跟朋友去吃一个漂亮饭，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个餐厅的名字，然后我就到了，我不需要手忙脚乱再去输入地址，然后再打开手机再去导航。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也是这一年体验下来我觉得非常方便的一点。然后到了地点之后，我就说小屁小屁，帮我寻找一下最近的停车位。所以我觉得它虽然可能不是说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是在生活当中我开车的场景当中很戳我的一个点，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和小屁成为好朋友，好吗？一个小小的预告，再过几个月，我们更聪明的小屁就会跟大家见面。期待新的小屁跟我们见面吗？到时候再拍视频跟大家更聪明，对，分享一下。还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如果有说开进了非常窄的这个弄堂里，很荒，对不对？我刚刚提到了这个循迹倒车，刚刚有这个视频在演示。这个点我觉得也真的是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北京的小巷子里啊，或者说上海也有很多小弄堂，开进去了之后真的会非常不知所措。但它会很稳的、安安稳稳的把你带出来。对，这一点上次我们也是在试驾的时候尝试过。大师兄在开发这个功能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这功能实际上是我当时去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欧洲的停车场啊，它是只有一条道进去的，然后你必须往后倒50到100米倒出来。我在中国没有看到这样停车场，一般是你从 A 点进，然后从 B 点就出了嘛。他们就是必须要这样原地倒车，而且这个里面停满了车，所以我后来回来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循迹倒车给做出来，不光满足欧洲，也要满足中国的各种场景。有没有车主体验过这个功能的？有吗？有。你看，还是非常多朋友体验。有没有？没有的去体验一下，有的我们就继续用，好不好？好的，所以我真的想分享的是，真的 Mona 她陪伴我，因为 Mona 是我第一台车嘛，所以她真的是陪我从一个小白、一个实习的新手，慢慢进化成了一个智能智驾的一个老司机。所以这样的搭子，我也希望可以尽快的体验到我们的新款，好不好，大师兄？一定的，很快了。那作为代言人和车主呢，其实我也希望就是不只是体验了，我也希望这一年当中，我也可以分享一些我体验下来，我觉得可以进步、可以更新的东西。所以我经常跟小鹏哥，我希望可以跟他交流。我觉得车子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作为就是车主、作为用户可以增添一些色彩也好，增添一些细节的部分。所以，在使用这个新车之后，我自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的一些建议有被采纳。然后，真的这些小细节，我觉得这次都升级了，也很迫不及待，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真的是，就是娜娜有时候跟我，也有时候跟我们团队的交流的时候，就是她是那种，她会非常婉转的，不是很直接告诉我这个地方如果这样做就更好了。然后我们就把这样的很多的建议收集起来，实际上也还有在做跟线上线下的很多车主朋友们一起的建议。我们这一次是真的非常认真的去把这些建议在最近的这次改款里面把它吸收。我们也想请娜娜来看一看，后面有不少是娜娜给的建议。好的，其实用完 Mona 一段时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台车它很懂年轻人，尤其是我也了解到说 Mona 很多的用户都是00后，所以在一台车上，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觉得它一定要多少功能，但是一定要一台懂你，然后且细节满满的一台车，也是真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觉得好用的车。
然后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我新拍的这个 TVC， 其实有一点我好爱，就是这个双层镀银的全景天幕，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在车里你不会感觉自己非常的封闭，你还可以感受这个天光，但有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头被阳光晒的就头顶痛痛刺刺的，而且非常的热。但是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这个双层的镀银全景天幕，所以不会有这种情况，也不用担心被晒黑。这个自黑一下啊，这个当年小鹏的 G3有一款全场景的一个大天幕，在司机位的，记不记得？就是能够坐在司机位上有一个巨大的玻璃窗的，那个是谁干的？那是我干的。因为我觉得晒晒太阳身体会更健康。当时如果娜娜来就告诉我说不行，我们都怕晒。是，不只是要防晒黑，也要防晒伤，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还有一个我自认为非常大的亮点，这也是就是我自己用下来我提的一个小小的需求吧，就是我特别希望我们 Mona 能做到一个贴心的一个小伙伴，就是当女生在车上补妆的时候，或者是男孩子可能也爱美，可能想要 check 一下今天上班的仪容仪表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们的镜子有一点点小，所以呢，这次我就提说，能不能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镜子，甚至是让我们在车上补妆、化妆的时候，可以调节它的暖光、冷光和光的亮度的一个这样子的镜子。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这个非常漂亮、非常大的一个美妆镜，可以随时随地补个妆。这个心不心动？有多少男生心动？哦，有一个男生喊得很大声，你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化妆镜，好吗 ？OK，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一些 Mona 的车主会不会有同感？就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因为前面有一个小出风口，所以手会有一点点冰凉。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既然我们有这个，哦，还要分享一点，就是我自己开车的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上车除了跟小 P 说，带我去什么什么地方以外，我会先说把座椅加热打开，因为我太喜欢那种座椅加热暖暖的感觉。但这个时候我们升级了一个点，就是既然座椅可以加热，那方向盘能不能加热呢？所以我就提说，哎，能不能在这个我们这个方向盘上面也做一层可以加热的，像一个暖宝宝一样，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体寒，就像我比较手脚冰冷，就是在屁股座椅暖的同时，手也可不可以暖暖的呢？所以我们算是技术部门也解决了这个，也帮我就实现了这个小愿望，就除了座椅加热以外，我们的方向盘也是可以加热的。这个点也是我觉得很想要着重再说一下的。实际上，小鹏的车主现在越来越多，北方的车主，我们对于整个的冬季在特别是宁夏的各个环境上，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变化。所以包括这次方向盘加热，包括我们的热泵空调，都是很多的地方都是为考虑冬季的使用体验。是的，有朋友会喜欢这个功能的吗？小暖手宝，谢谢你。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造福我们所有开车人。其实坐在副驾驶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听我们的工作人员说，这次升级了座椅，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上去试了一下，包括今天也是试驾的时候，我也就是扎扎实实的感受了一下，这一次的椅子坐进去有一种躺在云当中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种棉花糖把你包裹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点是非常轻松的。当然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按摩的这个模式，但是我觉得座椅本身它有支撑力和舒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次我们也升级了这个座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去靠文字去想象，一定要去我们的店里面自己坐上去体验一下，真的与众不同。是的，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非常的贴心，就是有一个魔术收纳空间的升级。我今天还在说，我说大师兄，这个原本这个小台子，它只能放2只手机，现在可以放有这6台手机的一个空间，然后包括我们的杯托可以放超大杯的2杯咖啡，还可以放水壶，所以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上车真的不是拿个钥匙，然后拿个手机就结束了。我们车上可能我会喜欢放我小狗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补妆的东西，还有一些防晒喷雾、墨镜、帽子等等。所以我觉得收纳空间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升级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贴心且有在了解一些用户他的一些就是要求和性能的一些就是升级吧。所以这点分享给大家。对，其实不光女孩子啊，我相信很多男孩子的车主对收纳的要求都非常多。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因为你看我们男生也有墨镜呢、我们男生像我有2部手机啊，所以我经常是说你这个一个车里面要装足够多的手机，而且我的手机经常没电，我现在都不充电了。我现在手机不在办公室跟家里面充电，因为都在车上充。所以我真的觉得收纳、充电这些体验非常的重要。是的。所以总结一下，我觉得，Mona 真的优点太多了，真的特别好。所以我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非常开心。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我可以早日开上2026款的 Mona， 好吗，大师兄？好，谢谢娜娜，我相信您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啊。我们今天晚上发布会之后就可以带来全新的2026款的 Mona。好，再次感谢娜娜为我们的精彩的分享，谢谢大家。娜娜稍作休息。这个，我觉得娜娜讲的比我好很多，是不是？那大家再见，我先下了。这个，我觉得我们的 Mona 车主更帅、更漂亮，对不对？给大家给我们自己鼓掌，好不好？我觉得回想起来啊，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年轻心态人都是最美、最帅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遗憾。所以 Mona 本身就是期望为年轻的人，在可能预算还不成熟、可能条件还不够那么全面的时候，我们期望提供一个最适合、更好的车。所以让更好的年纪拥有更轻松的拥有更好的车，这是我们的 Mona 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系列的思考。那么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还希望 Mona 是一台能够让大家更轻松、更安心、更舒服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车。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有特别多的愿望，期望车更漂亮，期望带着自己更喜欢的人一起出去吃个美食，它能够跑得更远。那么希望在过程中间安静一点、舒适一点、舒服一点、音响好一点，希望它更聪明一点，让我们开车更轻松一点，希望整个车更安全一点。我相信这就是我们2026年 Mona 的最重要我们想做的事情。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一次2026款的 Mona 升级里面最主要的3个能力。第一个，更精致。在2025款 Mona 的基础上，我们带来了更丰富的外观色、更好的油漆，把整个外包围做到了更好的材质的提升，大量的外和内部的细节都做了升级。第二个是更越级，也就是说，我们期望把更多的舒适，包括座椅的舒适、材质的舒适，都带到我们的全新的 Mona 上去。我们让 Mona 有更长的续航，能够去到更远的距离。我们期望有更多20万级别的能力越级在全新的 Mona 上。第三个，更加的智能，无论是新的天玑系统，还是全新的我们的 Max 的智能辅助驾驶，包括 Ultra SE， 我们都期望能够让 Mona 的朋友们有更多的选择。那么在小鹏的 Mona 系列，我们在产品的定义跟研发里面，实际上我们一直有一个对标的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也是我们的同行。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 Model 3。我们期望用这一个屏幕后面的配置列表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款小鹏610超长续航 Max 和 Model 3最新的后驱标准款。我们可以看到，从外观尺寸上大家接近一致，从3电的底盘上在 Mona 的充电速度、底盘的
整体的舒适性略好一筹。在整个的智能座舱上，在整个的辅助驾驶上，我相信无论从声音、座舱、空间、主动安全以及辅助驾驶，实际上的效果更好。在舒适配置上，我还是非常有信心。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完胜的，整个非常的舒适。所以，我相信中国汽车一定会在后面的全球汽车竞争中间越来越强大。我也相信小鹏的 Mola 车主将来不光在中国会体验到 Mola 的 power， 而且在全球也会看到更多 Mola 的车在全球来各个地方都有 Mola 的车。那么今天在这个主要的时间过了之后，跟大家带来最期待的环节了啊，也就是价格环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6个 Mola 的2026款的版本，第一个是540的长续航 Plus 这个版本。那么对于城市通勤、日常出行的用户，我相信它保留的 Mola 最核心的好看、好开、好用。那么它的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我相信它可能真的是我们很多年轻朋友人生买的第一辆新能源汽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是11.98万元，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同时，我们今天带来了640公里超长续航的 Plus。那么，我相信，如果你需要 Mola 的设计，且你想，我不光在城市内开，我还经常想去到更远的远方，我觉得这一个版本非常的好。那么，它适合更热爱旅行、更期望在省内或者省间出行的朋友们，它的价格是12.98万元。同时，我们今天带来了510的长续航 Max。我相信，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在过去我们的朋友们选择了都是我们的 Max 版本，包括510和包括了600续航。那么，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车型里面，很多人试驾过我们小鹏 Max 的用户都告诉我们，这一款车的自驾体验远远比它预期的要好，它满足你的高阶自驾需求。那么它的价格是12.98，香不香？我们来看一下更高续航的，在610的超长续航的 Max， 我相信它会在自驾跟续航上获得最优的平衡。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这也是我们的用户选择最多的型号之一。那么它的价格是13.98万元。还有同样非常香的2款，也就是510长续航欧且 S1 和610超长续航欧且 S1， 它们的价格是，我相信这一个比较大家容易猜到的是加价12000元。那么在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Mola 的欧且 S1 预计是在26年8月份交付。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啊。实际上一开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项目组在分析到底要不要把欧且版本也要上到 M03上来。最开始他们觉得 Max 非常强大，因为很多这里的朋友是没有测试过我们新在研发跟测试的 Max 版本。但是呢，最近的 VLA 出来之后，哇，好多人一片叫好，所以项目跟产品团队过来，我们一起的讨论，最后我们决定要增加全新的欧且 S1 版本。那么在这里面也跟大家说一下抱歉，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最近的几个月我们才开始在增加了，所以我们估计要做到8月份才能交付，也许我们最后在7月份，但是不敢说一定。所以我们正在努力能够加速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也给现在限时订购的朋友们赠送12000的商城积分，感谢大家。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2026小鹏 Mola M03， 我相信它依然是绝对的纯电 A 级轿车销量第一。这里面一共有6个版本，我们在这里面
一一在这个背后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着急的用车的朋友们要记得 ，Max 版本和 Plus 版本都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排产。那么特别是 Max 版本，因为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将增牛后的第2代 VAA 会上到 Max 版本上去，我相信绝对可以满足95%以上的使用场景。那么，而如果想体验 S1 版本的，也不用很急，实际上再等小几个月就可以看到 Mola 的 S1 版本。那么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选配。那么今天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非常心动的罗兰紫，这个颜色极其炸裂。那么今天我们的现场有很多人都在罗兰紫上停留了很久。那么它的价格是2999元，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那么我相信它是一个超值的版本，但是我们在这一次为了感谢各位朋友们，我们限时免费。同时，今天刚才我说的是，我跟娜娜在现场都被牛油果绿吸粉了，非常聪明、有生命力、很清新的一款。那么我们这款颜色是在反复打样，因为做到这样的一款颜色，要在不同的光线、不同的场景下都要好看。最后我们做了特别多的调试。那么这款车的颜色也是2999，同样限时免费。我们希望大家选到喜欢的颜色，能够少花钱。同时，这里就要收费了啊！我们同级唯一的20个独立扬声器和同级唯一的主动降噪模块，会让你开车的时候更安静，音乐更有层次，音乐更沉浸。这个配置的价格是4600元，但是我们的产品经理跟我说，不行，今天还要限时免费。这个，所以我们的产品经理经常我都觉得不是我们的产品经理，是大家的产品经理。那么我们今天还带来同级唯一的前排2个14点云朵按摩座椅，它的这个座椅的按摩力度啊，真的是因为这个座椅这一次特别加厚、加宽、加长了，非常的舒适。但是在开长途车的时候，我们还是期望一个更舒适的座椅，所以这一次我们增加了同级唯一的按摩座椅，它的价格是4000元。好，一样免费送。这个压力好大啊！今天我们还在18寸的轮毂之外，带来了19寸的6幅运动轮毂，其中有4条米其林轮胎。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米其林轮胎是非常非常贵的，对。谢谢。这边的大哥大姐们，不说错了，啊，都跟我说，这个太贵了，这个不能送。我这个真诚的听取大家的建议，谢谢。那么这是5999元，我们说实话，我们实在是送不了，但是我们给大家打骨折，4000元。同时，我们在这次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樱肉粉主题套装，它含了什么？专属外观色，专属19寸轮毂，加米其林轮胎，专属拉帕座椅，加气宇灰的类似主题。那么这一个如果分开选，它的总价是非常贵的，是要7999元。那我们这次推出来一个套装的价格，只要4999。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选到更喜欢、更个性的颜色。那么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小鹏的2026款 Mola M03，至高价值35000元的权益，限时送，记得
是在2026年，在这个月的4月30号24点前下定，才能够获得哦。希望让每一个在今天支持的 Mona 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那么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页。这个我们来看到，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在春天，在一个露天的公园，在天空经常偶尔有点小雨的氛围里面，我们开了一场不同的 party。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 Mona 车主都对于美好生活是有极大的向往，都愿意探索这个世界的春天。但是我在最近的半年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好多的我以前的朋友，还有领导，还有这个说白了以前看着我长大的年纪大一点点的朋友，他们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小鹏，你做得很好，我们年纪大了，你要继续努力。”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只要你拥有年轻的心态，你永远都觉得年轻。这个我跟他们都讲了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我说，在过去的100年前，中国的平均寿命可能只有39岁；在过去的200年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可能只有28岁，因为那时候有战争、有饥饿、有医疗、有生育条件的不 OK。在那个时候活到60岁是古来稀，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都觉得，也许可以到100，也许可以到120，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会给我们更年轻、更好的科技，让我们身体更好。所以，我再次想呼吁所有的朋友们，只要我们心态年轻，我们就永远年轻。只要你期望心态年轻，就应该来到小鹏，一起来体验一下 Mona， 让那种年轻的心跟着我们一起跳跃，跟我们一起去拥抱、探索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春天。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年轻的 Mona 车主们，再一次期待所有人一起更年轻、更青春，更一起来探索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春天。谢谢大家。